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力，我是 Josh。连续2年冬天，我们都来到了北海道。这次呢，我们安排了7天滑雪，5个雪场。在滑雪行程间呢，我们有安排休息日，对，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去之前没有去过的景点走走，对，然后也吃美食。今天第一支影片来分享，冬天来到北海道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那就以我们过去的经验，给大家一些提醒，当做一些行前准备，给大家参考咯。没错，那我们马上开始咯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注意保湿。那包括以下几个细节跟大家提醒。第一个啊，就是准备一下身体的保湿乳液。这个保湿乳液平常我们在台湾是擦不到的，那这边真的非常的干，擦它的话会让你的皮肤比较保持在湿润的状态，比较不会因为过干，然后让你的皮肤很不舒服、很痒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请随身准备护唇膏，像我们今天就忘了带出门，然后刚刚就会干裂，很干裂。对，没错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加湿机啦，保湿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加湿机啊，饭店里面有附给你是最好，最好研究一下机器上面要怎么样把水加进去。进到房间第一件事情啊，一定要先开加湿器，放好水，然后把它打开，打开就可以了。对，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是通风口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打开，这个很容易忘记打开。要不然的话，就是有这种随身携带的版本。这个是我去年买的，大概台币200-300块而已，很便宜。对，再不行的办法，就直接脸盆装一桶水，或者就是浴缸装一些水啦，对，然后把浴室门打开，让它是可以通风的状态就 OK。不然会真的会非常的干，你晚上会被干到醒过来。对，像我们即使有开加湿器，其实也是会被干到醒来，然后需要一直喝水之类的。没错。好，第三个是洗澡水不要太烫。像我自己本身有冬季痒的问题，那我在台湾其实喜欢洗比较热的，那这边的话我就会稍微留意一下，尽量不要洗太热，因为洗太热的话，你的水分容易流失掉，会更容易让你会有冬季痒的情况发生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这次来好像还好，没有什么。你没擦对不对？对，这次来我没有擦。我是有擦的。对，再来呢，冬天来北海道，不外乎就是非常寒冷或者是下雪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这个部分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要找一双非常好走又可以保暖的鞋子。举例来说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鞋子，这是 Timberland 的鞋子。那去年我穿它来这边，其实是很刚好的。我觉得巧合啦，因为去年其实雪下得很持续，所以不断的补雪，路面不会积冰。那今年就非常奇怪，今年可能是生性上的关系，所以就是雪下得很快。可下完之后，就会连续好几天是好天气，所以路面很容易结冰，然后雪很容易就没了，反而是结冰的状态。所以我今年穿它就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们起步维艰，你不要等下录一录我们就滑倒，就好好笑这超好玩，这超好玩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差异，这双鞋子啊，它的底部其实相对的它的凹痕啊，跟它的怎么讲，就是小细刻痕不够多，所以这时候呢就要展示我这双了。因为我有去年切身之痛啊，他去年穿 P 牌的鞋子，滑到爆炸。对，又冷又滑，所以这次呢买了这双超级便宜的，是在迪卡侬买的。你看有这种小纹啊，非常厉害哎！我这次在这边穿啊，抓地力超好的。对，今年是我一直滑，然后反而要搭着飞力往前走。对，小细纹如果有设计的话，它在冰面上面会很好走，非常有用，而且很暖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双很 OK， 没有问题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鞋子的问题很重要，鞋子要好好的挑选。再来呢，就是要准备非常好穿脱的保暖衣物，因为在日本这边啊，室内就是暖气开到爆，对啊，室外冷到爆，所以就是你一定要穿脱，非常频繁的执行它。那至于怎么穿，大家就因应自己的状态啦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要有防水，然后又可以操控手机的手套，因为你在外面真的冷到不行，手机没办法操作，超烦的。然后你又要脱手套，手套马上就一下你就觉得天哪，冻到受不了了。像飞力他要拿手机出来拍，他上就要脱手套，对，然后就冷到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烦的。冷到这手背啊，这边都会，隔天你洗澡你都会痛痛的。没办法，没错，代表有冻伤。对啊，准备触控笔好了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。这我们不太确定，我们不太确定。触控笔啊，口袋掏出来就点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很方便啊。第四个呢，
就是太阳眼镜一定要戴着。对他们，如果是在冬天啊，他们的烈日也是真的不是开玩笑，好亮！我们今天那个雪啊，反射上来一片白茫茫。我今天有观察到啊，像我们今天去那个哪里啊？我们今天去神社，像我们今天去神社的时候啊，一路上看到，日本人好像都没有戴太阳眼镜，只能说北海道人非常厉害。对，在街上看到穿的好像头毛帽不戴啊，脖围不用戴啊，然后走路又可以穿短裤啊。那铁定是北海道人啊！对，而且我觉得女生超强的。对啊，女生都是直接就穿那个小短裙，然后只穿应该是裤袜或保暖的丝袜之类的吧。我觉得我真的超佩服女生的。对，可能是北海道人眼睛也不太一样吧，就是太阳眼镜也不必了这样子。像我们是都有戴啦，对，没错，不然真的很刺眼。第三大部分我们要讲住宿的部分啦，我们来请 Josh。订房的部分啊，我大概会有以下几个考量啦。就第一个，因为冬天来嘛，所以都会外面很冷，那一早起来希望舒舒服服的，很温暖嘛，所以我自己会订饭店是有含早餐的。早餐的部分在北海道海鲜冻好像还蛮常见的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是有提供海鲜冻的早餐，我觉得是比较是适合。对，不然就是看一下哪一家的早餐看起来好吃啊。对，因为我们第二家是很简易的。所以我中间有2天就是跑出去吃冻饭了，对，因为我吃太多天我会受不了。因为我本来以为你应该很喜欢吃面包，对，我是爱吃面包类的，对，但是那个面包是太现成的面包，然后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天哪，每一天都是这些品相的话，我也没办法的。所以如果早餐天天吃海鲜冻也 OK 哦。我品相最好要多一点啊，它还是要品相要很多，然后要各种种类不一样的，比较有办法吃很多天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会看一下这间饭店有没有大澡堂，因为大澡堂对大家来说真的是我觉得蛮方便的，尤其冬天来，其实大家的衣服跟行李都还蛮多的，那可以在大澡堂外面洗澡，然后干干净净舒服进来房间，我觉得是还蛮舒适的。尤其我们还跑去滑雪，滑雪会多了一个雪板，雪板那2咖啊，就是非常多的一个，对，就等于说多出来一份行李啊，再加上它又需要干燥，所以就浴室就是一个绝佳的摆放点，对，所以如果它有大澡堂的话，就直接出去洗完，然后那间永远都干的，你就可以把湿湿的东西放在里面。对，而且滑雪真的非常需要泡热水。对，酸痛的那个解救良方，没错。对，然后第3个会注意的是，因为北海道下雪的时候，你在雪地拖行李，基本上非常的痛苦。所以我会尽量选择是离车站或地铁比较近的饭店。有一个折中方式是，早往车站一路到大通跟博野这一大段都是有地下连通道，是相连通的。所以大家也可以另外考量的是选择在这些地下连通道出口部分也是 OK 的，对，这是我的一个考量。对，随时可以下去躲一下风雪，没错。所以大家可以善用一下它的地下连通道，非常方便。而且其实它的地下连通道的周遭有非常多的展品可以看，也有跟一些大型的商场有连接，所以在吃的、玩的、逛的，基本上都会蛮方便的，有很多选择。好，第4部分呢，我们就有关安全的部分了。这次啊，因为太阳算是蛮大的，就是说我们雪一场来之后，就好多天都是太阳一直晒，所以啊，就会有很多落雪跟落冰，就是那个冰柱啊，他们那个屋檐旁边有冰柱，对，就会掉下来。我们来之前啊，在台湾的时候，还刚好看到有新闻，就是有好像是大学生吧，被那个直接掉下来的冰柱直接砸死。对，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呐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有看到蛮多大块的落雪。那最后一个嘞，就是说你真的，除非你是厉害的道民，或者是你真的是雪地自驾经验非常丰富，才可以开车哦，不然真的超危险的。坐客运去雪场，还稍微打滑一下，我们吓一跳。对啊，连这么有经验的驾驶都会有打滑的状态，我觉得才望是我就是出来玩，还是我觉得安全还蛮重要的，也不要让自己的旅行有一些万一发生。有状况发生都要处理啦，我觉得也会造成你的旅游的性质会受到影响，这样子。好，没错，以上就是整理这些给大家。如果你是很少在冬天来到北海道下雪的那个环境的话，以上就是提供一些给你们参考一下。
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北海道之旅的影片哦。如果喜欢这次的分享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